提起玉皇大帝，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游记》中的玉帝形象，掌管世间天地万物，甚至给了孙悟空很多帮助。但是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过玉帝出手，对于玉皇大帝的实力也没有相关的笔墨刻画，这就使得俯瞰世间万物的众神首领成为了一个天庭的吉祥物。那么玉皇大帝的实力究竟如何呢？他又是怎样才让众人心悦诚服地追随他的呢？关于玉帝的来历众说纷纭，其中流传度最广的就是玉帝其实是一位凡人，是光颜妙乐国的王子。曾经他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并没有权力和财富的现实中迷失，反而一心扎进修行之中。随后他拜别父母，前往普明香岩山修道，期间掌握了众多修行秘法，得到师父真传点拨，最终飞升成仙。成仙之后，他依旧刻苦修行，不断提升境界，历经3000的劫难，成功修成大罗金仙。随后的日子里，他依旧没有停歇，历经众多劫难，最终修成玉皇大帝。这点在《西游记》中也有提及到。当初孙悟空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来到灵台方寸山找菩提祖师拜师学艺的时候，菩提老祖曾经告诉他，仙人500年就要经历一次劫难，这些劫难或是风吹雨打，或是雷劈火烧，每一个仙人都需要凭借自己的能力与之对抗，对抗过了就能够与天同寿，对抗不过就会魂飞魄散。因此成仙之后还需要不断精进自己以度天劫。而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如来曾经告诉他，玉皇大帝自幼修行已经经历了1750劫，并且每一次历劫都要花上129600年，凭借如此的恒心和毅力，他才修成了无极大道，成为了玉皇大帝。因此可以确定的是，玉皇大帝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在《西游记》中，玉帝仅仅出手过一次，就是在祈雨凤仙郡的时候，唐僧师徒4人来到凤仙郡，发现这里3年未曾降下一滴雨水，孙悟空便去寻了东海龙王降雨，但是龙王碍于玉帝的旨意，拒绝了孙悟空的要求。这里可以看出玉帝的威严，即使龙王惧怕孙悟空的能力，但还是未向悟空妥协。孙悟空上到天庭找到玉帝，才弄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并且了解到玉帝设置了3道关卡，只有关卡突破，凤仙郡才有降雨的可能。这3道关卡分别是米山、面山和铁锁。如果郡后诚心悔过，3道关卡将会立刻消失。虽然玉帝设置的这几道关卡看似有些小孩子过家家的味道，但是却又暗含玄机。这种关卡其实是玉帝动用了天地的法则之力，从而互相形成因果关系。即心成，关卡自破；心不成，久攻难破。如果说一众神仙在位施展神通，往往需要担忧因果循环，例如龙王掌管雨水，不去施云布雨，就可能会遭到天道打击。而玉帝不需要担心这个，因为天道规则由他而定，随时可以动用规则。另外，凤仙郡本身是西方天竺国管辖范围，玉帝在此如此搞事情，如来却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玉帝的行为，玉帝的威望可见一斑。最终如来还是选择让4人当和事佬，才最终平息了凤仙郡的事件。玉皇大帝在《西游记》中展现的形象，往往是被孙悟空拿捏的一方，但其实其中的大部分笔墨都是吴承恩有心为之，因为孙悟空的展现出来的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无惧无畏的齐天大圣形象，因此必须有一个人代表封建礼教，而这个人就是玉皇大帝。纵观整部《西游记》，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玉帝的能力似乎并没有过多的笔墨描写，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作者的偏向。但是回顾整篇《西游记》，我们可以发现每次孙悟空遇难向天庭求助时，玉帝便会派出天兵天将协助捉妖，也能够看出玉帝本身的气度并不是书中描绘的那样十分小气的，他不会因为孙悟空曾经大闹天宫，打击了他的尊严而暗中使手段，每次行动都会竭尽全力帮助孙悟空渡过难关。另外，根据书中的记载，
玉帝能够直接让10万天兵天将以及雷公电母听命，可以看出玉皇大帝本身的势力是十分庞大的，可以让他在整个3界是横着走。另外，玉皇大帝还掌握了整个蟠桃园，蟠桃可以让神仙延年益寿，躲避各类劫难。因此，每年的蟠桃盛会其实是玉帝用来笼络人心的手段。神仙不是长生的，也需要不断修炼，才能抵御万劫，从而长生不老。而蟠桃可以直接帮助神仙渡劫，修炼不够的神仙找到玉帝吃几个蟠桃，慢慢的变得有求于玉帝，玉帝的势力越来越大。掌握了蟠桃园的玉帝，相当于变相掌握了神仙的生死。除了一些本身实力强劲的神仙之外，大部分神仙都需要玉皇大帝的蟠桃延续寿命，间接被玉皇大帝控制。因为凤仙郡的人们对于神明不敬，玉帝选择3年不降雨作为惩罚，是为了让凡人保持敬畏之心，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天竺如来的一次示威。你管不好自己范围内的人，纵容他们对神明不敬，那我惩罚一下，你们没有意见吧？总之，在这场闹剧中，玉帝可谓一举多得，获得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又为唐僧师徒做了顺水人情，同时向西方宣示了自己的威严。虽然看上去有些小儿科，但是架不住效果好，起效快。在这一次佛道争锋中，代表到的天庭扳回一城。虽然《西游记》中对于玉皇大帝的刻画并不多，不过综合来看，玉皇大帝不论实力还是势力，都足以在3界之中横行，既有谋略，又具有胆识，怎么能不被众神爱戴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